大家好，我是人在寶島的歷史哥李修。大家好，我也是來自寶島海南，但是現在人在美國，準備看世界杯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驍。歡迎來到視頻播客寶島連線。好，這個今天我還在寶島哈，但是呢，王驍又換了一個大規模的移動啊，直接從法國呢直接跳躍一下啊，這個來到了美國啊。那現在呢，在美國啊，剛好前2天呢啊，其實，你在那邊的時差可能是剛剛結束而已吧，就是7月4號的美國國慶日250週年啊。當然，在中文互聯網上，大家戲稱叫做美國250嘛。那哎，台灣有250的說法嗎？哎，有的，兄弟有的。你可以是個500，但你絕對不可以是個250，你要小心。看來兩岸在用詞方面還是挺有一致性的啊。這個250的說法，當然大家很戲稱哦，但是250週年對美國這個國祚並不上長的國家來說呢，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剛好輪到現在川普大統領的執政時期哦，很多的事情最近呢，這個包含老哈梅尼的葬禮，美國的250週年，FIFA 世界杯啊，你等一下準備要去看，然後再加上這個俄烏現在戰爭，可是感覺起來一個世界杯啊，把很多事情像暫時給蓋了起來啊，大家的注意力大概很多都被抓到世界杯，因為這是第一次這個48強嘛，等於說這個相當於世界1/4個球隊都在裡面啊，但是很可惜的，兩岸4地沒一球隊進啊，大家也知道，世界上呢以主權來說，切成4隊的啊，一個是英國啊，另外一個就是中國。但是人家是4個號進2個號啊，我們是4個號沒有半個號進啊，這個有點困難啊，真的很難說到底這個是制度問題啊，還是真的是就是中國人不擅長踢球。絕對不是人種問題，因為比我們更矮小的日本人，人家都踢進32強了，這個就不能說人家什麼哈。你看大陸港澳算是一個嗎？港澳各一個，港澳各一個，它足協還是各一個足協？哇，對，沒錯，這我不知道。然後台灣再加上我們在說啊，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這個華人國家身份，但是呢，被大家戲稱為新加坡的新加坡，然後5個足協湊不出來一個世界杯。人口有了，再加上一個東方大國印度，到底要湊多少人口？足協心中永遠的痛，太難了。今年世界杯創歷史最高紀錄，平均每一場入場人次將近65000人，入座率99.6%以上，非常誇張。收視率也創美國歷史新高紀錄。最猛的是挪威哦，全國收看哈蘭德出場的時候，97%，相當於大概只有3%還在打魚的跟可能在做保安的不能看之外，能看的人都上了，所以這個世界杯還是一個很大的潮流，還包含就是世界從兒小國、最兒小國這個庫拉索嘛，哈，庫拉索其實是一個主權實體啊，它是屬於在荷蘭聯合王國之下的一個主權實體，它自己15萬人口都踢進48強，哦，這個比冰島更誇張，冰島還有30萬人口啊，當年冰島進世界杯的時候，大家嚇死了，30萬人口能進世界杯，我告訴你，擴編之後15萬人也進世界杯。佛得角真的是50萬人已經踢進這個淘汰賽，而且很驚險的，差點給這個阿根廷啊搞到加時了，對不對？真的很強哎，守得真的好，連梅西的球都撲了下來，真的是，我覺得太厲害了。他那個門將哦 ，IG 追蹤人數已經破2000萬人了，太驚人了。大家都開始找啊，就是球場啊，然後很多學校啊都是這個大陸援建的嘛，然後結果就有一個新聞說，這個為了感謝這個中國大陸對於他們足球這個培養的支持，然後呢，等到這個踢完了之後，要跟中國大陸踢一場友誼賽，然後大家說哇，你這不是啊，我幫你那麼多，你來羞辱我。昨天的新聞吧，說是這個大陸的足協就說這個暫時沒有計劃踢友誼賽，我們還是要全力備戰亞洲盃。哎，這不行，譴責一下，因為人家是世界杯級的球隊，進淘汰賽32強球來跟你做交流賽，這很好啊，經驗傳承。你但凡能攻破佛得角的大門，你就世界一流了，未來進32強就有機會。畢竟2002年的時候，大陸是1球未進，還要提高，還要提高，還要提高。畢竟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兩岸在足球方面呢，前所未有的和諧，絕對沒有對敵的問題，碰都碰不上是吧？然後那天就有人問我說：“歷史哥，那到底中國人何時可以踢得進世界杯？”我說很簡單，第一當主辦國，第二當世界杯擴編到90強的時候就有機會了。哦，有人跟我說：“哎，不是擴編到80強就可以了嗎？72強？”我說不夠，不夠，不夠，不夠的兄弟，不夠的。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謙卑的說啊，咱們這個大陸的國足啊，就叫做遇弱則弱，你也不知道
知道它到底應該是多少名，咱們也不敢下定論。但是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什麼？人家說嘛，現在這個由於啊，我們這個足球啊太差了，那大家也找補，他們管足球叫做國運平衡器，就說啊，足球太好啊，這個國力啊就會慢慢的變得不好。你看這個阿根廷啊、法國呀，這幾年啊，這國家越搞越不行。然後呢，美國你看是不是也是越搞越不行？但是呢，这個足球啊就是越搞越行。然後呢，大陸對吧？哎呀，這個我們這個國力啊或者發展啊高歌猛進。然後呢，這個很多的領域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所以呢，我們這個足球就是越來越不行，或者是這壓艙石。而日本也一樣嘛，日本這個國家是越搞越不行，但是日本這個足球啊，就確實是越搞越行。日本這個足球啊，還是有點底子啊。然後呢，這個意大利，你看意大利啊，是吧？西方小中國已經很久沒有進世界杯了。哎，意大利是 G7 裡面政局最穩定的國家之一啊。梅洛尼的這個支持率，然後呢，意大利現在的政治穩定性，你不要說是在歐債危機之後表現最好，它已經算是意大利歷史上表現最好的政府之一了。然後呢，它的這個經濟，尤其是在俄烏衝突的這個大環境下，意大利竟然愣是給自己搞出了很多的這個騰轉挪移的這種狡兔三窟。能源，它也找到了備選方案。然後呢，什麼發展，它也找到很多備選方案。然後它在中美之間呢，它跟美國呢又保持了一個呢比較微妙的關係。比如說它退出了一帶一路嘛，可是呢，它雖然退出一帶一路，它又去跟中國說了，說哎呀没辦法的，我沒有辦法不退的。但是呢，我還是希望嘛，我們這個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就你發現它是一個純粹的，而且你看意大利它好就好在哪裡？它好就好在呢，現在全世界各國它都是對於這個所謂的極右翼風聲鶴唳，一聽到就覺得很恐怖。尤其是像德國呀、法國呀，德國呢會覺得，比如說這個另類選擇黨上來會不會變成納粹？然後呢，法國就說千萬不能讓國民聯盟上台。但是呢，意大利已經給大家證實了，歐洲由於呢已經被美國人養了幾十年，已經養廢了，所以他們的極右翼也不過如此。意大利現在就是極右翼政府啊，意大利已經完成了极右翼了，對不对？然後人家說，你看意大利啊，這個國家現在越搞越好，但是呢，足球就是越來越差。像那個韓國，因為中國網民一般呢，他最習慣的這個操作方案就是叫做指桑罵槐，他就是用說別的國家來呢，暗暗的隱喻大陸啊做的不好，他就喜歡這樣子。那比如說啊，他就說，哎呀，我聽說啊，我的一個韓國女生朋友啊，最近啊非常高興，她一畢業就找到了工作，然後呢，她把她第1個月的工資啊存了進去，存到了這個股市上面，一下就賺出來了5年的薪水。然後他就說呢，哎呀，周末呢就可以到4處去遊玩。他們又說周末要一起呢要看這個韓國隊出現，簡直呢就是已經到了韓國的黃金時代。結果呢，韓國隊一下就出局了。結果就說嘛，說哎，那怎麼韓國又是股市熔斷，又是球隊出局？但我覺得呢，大家也稍安勿躁，畢竟呢，韓國啊以前都是可以踢到淘汰賽的，這一次小組賽就回家了，就說明什麼呢？說明啊，韓國啊這個國家也要起飛了，對吧？至少三星跟海力士的股價是真的，國運壓艙石。不錯，對韓國有所期待。還再補充一點好了啊，就意大利它的經濟成長啊，第一季竟然逆勢修正，從0.3上修到0.8，不可思議。好，大家知道在歐洲成長0.1啊都很難啊，因為他們這個國家人口老化、外部移民啊，這個能源危機各種方面啊，所以意大利竟然還有上修的空間啊，這個還是挺驚人的。不過這也可以看出啊，這個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啊，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也是其實今天中國大陸之所以有這樣子令人驚嘆的經濟成就，很大程度就是穩定。秩序與穩定是中國大陸整個成長被認定上來說這個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要素跟條件。所以現在美國人也開始學了嘛，你有5年計劃，以前說不公平嘛，現在說那不然我學好了。這個歐洲、美國很多智庫開始在推廣這個經驗啊，就是說是不是要長期規劃一下。不過講到5啊，逢5必大作嘛，250周年國慶，你去看了國慶煙火啦，你自己什麼感覺？因為畢竟你小時候就留學到了美國去嘛，所以這個對比一定很有意思啊。250周年國慶下的美國是個什麼樣的樣態？對我們的國際地緣政治有什麼樣的啟發呢？我覺得由於小的時候就去了美國，我是06年去的美國嘛，然後呢，我是感覺啊，經歷了美國這種像過山車一樣的一個轉變。因為2006年去美國的時候，它相當於是在它上一輪經濟景氣的尾巴，因為到08年就崩了嘛。08年奧運會之後，美國就因為遇上了次貸危機，什麼雷曼兄弟啊等等的
一下就遇到了美國第一個衰落期，那這個是第一次。然後呢，再到後來像奧巴馬時期，因為有中國的救市計劃，所以說其實中國不單單是說扛住了那一輪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的這個衝擊，甚至一定程度上我們不得不說是那一次救市是中國救了美國，中國給整一個的你說資本主義世界或者市場經濟或者說這個自由貿易世界帶來了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幫助和支持，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承認的。然後呢，美國之後呢，它也是表現的比較景气，然後呢，再到2016年是我回國的時候嘛，然後剛好就撞上了這個特朗普參選美國總統，並且獲勝。然後呢，再到今天，你說這個經歷了拜登，經歷了特朗普時代。然後呢，到了現在，哎呀，昨天晚上我們去看這個美國國慶煙火啊，不得不說這個地方選的不是很好，因為我們是在舊金山。舊金山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夾在這個太平洋和灣區中間，所以它的霧非常大，啥都看不見。市政府它是決定在金門大橋那邊放煙花，但金門大橋那邊的霧尤其大，根本看不見。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這個非常非常可惜。但是呢，不得不說人還是非常多。然後呢，它這個居民區裡面很多人放煙花，所以你就會感覺有點，哎呀，就是這樣說不好聽，有點好像这敘利亞的感覺，是很打成一片，不知道以為打起來了，是這樣的。煙霧繚繞，天空都是紅的。本來就霧大，然後呢，居民區裡面放點小煙花，那個霧就更大了，反正拍出來的都是霧蒙蒙的，是這樣子的。但是最正經的那個沒看到。我會怎麼覺得呢？我就覺得，哎呀，不得不說，這個一方面啊，覺得自己選的這個地方不是非常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冥冥之中啊，又在折射一些事情，或者隱喻一些事情？就是這個250周年的這個大慶啊，它這個大霧反射出來了，這個美國在250周年的時候啊，有一些看不清楚自己，不單單是看不清楚自己，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和這個自己過往的路。我昨天看新聞的時候，然後看到 ABC 的那個電視台就報道嘛，它是有一個 NGO 弄了一個活動，就是請大家啊給250年後的美國人寫一封信，想象250年後的美國人，250年後的這個美國是什麼樣子的。然後也就是說，等到美國建國500年的時候，然後呢他們會把這個罐子給取出來。我當時一聽啊，我就想，哎呀，慘了！這美國人還是歷史學少了，這美國歷史太短了，導致美國歷史學少了。我跟你說，很多事情啊，我們不一定迷信，但是呢，有些事情你又不能不信邪。時間膠囊這種東西啊，你一搞就容易出事。特朗普當時非要在這個凡爾賽宮簽這個合約，中國人喜歡學歷史嘛，中國人一看就說這不是晦氣嗎？你怎麼在凡爾賽宮簽這個合約呢？然後現在他們要搞時間膠囊，時間膠囊是誰搞的呀？當年時間膠囊就是蘇聯人搞的，蘇聯人搞完嘛，蘇聯人沒過幾十年就解體了呀。所以我就是你這個還是不太好，還是不應該隨隨便便搞時間膠囊這種東西，尤其是啊在這麼關鍵的節點，250周年，250本來就不是一個什麼好聽的話，然後呢，你這個時間膠囊的時間跨度剛好又是一個250，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我覺得呀，你比如說啊，你可以給2029年的美國人做一個時間膠囊，那樣你的時間膠囊就可以被打開，因為2029年呢，你就可以猜會不會還是一個新的 MAGA 派的總統接任了這個大位，對不對？這樣子還是有意思的，對不對？250年後實在太恐怖了。我覺得這個也反映了今天美國的這個種種的表現，尤其是我這一次來美國，我的一個感受是什麼呢？就是我們不能用歐洲或者說其他地方的情況去設想美國。美國它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叫做貧富差距的極大的顯現，甚至已經到了一個社會實驗室的一個程度。一方面有2點，第一塊叫做美國這一次世界杯票價太貴了，然後呢，另外一塊叫做美國這一次世界杯上座率非常高，很滿。所以美國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就是你只要有錢，世界各地的有錢人你都可以来，你只要願意把這個錢花掉，你就可以来。所以在世界杯上有2種人，第一種是他真的非常非常有錢的人，有3種嘛。第一種就是世界杯會給那個2個在場隊伍的足協留8%的那個票，那8%的票是他們可以這個足協來直接銷售的。
的，這個票是低價票，這個不是一個很昂貴的票，8%加8%就16%了嘛，還有另外84%的票，那84%的票就會用一種非常高價的方法出售給大家，而且為什麼在場的人數可以屢破新高？因為美國它的場館是橄欖球，橄欖球的人數本來就多，它是這樣子的，而且呢，美國它是一個體育經濟非常非常發達的一個國家，這一點呢，其實我覺得是我們中國人不太能夠想象的。我不知道台灣是怎麼樣，但是我知道這個華人地區，不管是大陸還是香港還是這個新加坡，體育經濟應該不是非常的發達，就是它可能它也必須要很多的噱頭疊加在一起，它才能夠讓一場比賽被很多人觀看。你比如說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可能是這個中超有幾個隊伍，他們的這個家鄉球隊會比較好，但是因為我本身就不是一個體育咖，所以說你不能用我的來做這個 reference。我知道的，比如說像這個北京國安和上海申花、上海上港這些球隊，他們的比賽是看的人比較多的。但是呢，這個本身是因為足球它就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所以說它這幾個球迷的協會發展的是比較好的。但是其他的球迷協會發展的怎麼樣，我其實不太知道。而且呢，就是他買球票來看比賽，然後呢，他有他的很多的周邊的銷售。但是從社會層面上面來說，中國大陸的體育經濟相較於美國來說是比較差的。就是美國它的整一個的你說場館建設，然後呢比賽的這種繁榮程度，然後票價的這種大家願意花多少錢去買票，比如說是這個一家幾口人甚至幾代人他可以一直堅持支持。比如說像那個前段時間不是好不容易 NBA 紐約終於雄起了一把嘛，歷史哥是看 NBA 的，大家以前覺得很奇怪的，因為說紐約已經是美國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了，然後呢這個地方有錢，為什麼這個球隊一直都獲得不了比較好的名次？但是呢，哪怕名次不太好，紐約人依舊會去看。你去 NBA 的场馆，他依舊會坐滿，他依舊是一票難求。而且呢，並不是說紐約的成績不好，大家就不去看了，成績不好照樣看，成績不好票價依舊沒有受到影響，照樣看，依舊會去看。這個是他們的很有意思的地方，而且他的這個場館建設還是會一直翻新。你就知道，你想讓美國人修一條路非常難的，那個橋塌了，可能要論證10年20年不一定修得起來。那個鐵路啊爛得亂七八糟，那個火車走幾下，叭一下摔倒了，不修的，堅決不修的啊！那個兩黨在國會裡面能夠爭來爭去，波士頓修一個那個地下的車道，搞20年，然後那個錢花超了，裡面有多少的專員啊，賺得滿坑滿谷，然後沒有任何人是貪污的，然後修幾十年修不完。只要是涉及到體育經濟的，只要是涉及到娛樂行業的，立刻給你修好。你今年需要修，明年修好，没有問題的。然後呢，與此同時，在美國還有另外一個大戲，就不單單是世界杯，還有這個 Taylor Swift 他結婚，形成了一個這個美國社會的叫做大討論嘛。所以我跟你說，美國現在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它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國人我們在學習歷史的時候，歷史對我們來說是很過去的事情，我們只能去想象中國古代那些鼎盛王朝，它在末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但是我们其實沒有見過。那歷史書由於它是文人寫作的，而且呢是相對來說有一點這種叫做士大夫精神的文人去寫作歷史，那麼他就會把視角放到黨爭上面，放到這個苦難上面。其實一般來說，描寫鼎盛王朝晚期的時候，它的那種具體的客觀的社會表象是不多的，就好像其實哪怕到唐朝到明朝的末年，到宋朝的末年，我記得你是泉州人是吧？對，泉州晉江就是祖籍在那邊，300年前。這些鼎盛王朝到末期的時候，它叫做路有凍死骨。但是你如果真的去看這些王朝，它的核心地區的那些核心商業圈，或者說它的那種時代的我們叫中產吧，這個不嚴謹啊，市民階層，其實生活還是非常富足和很有趣味的。比如說宋朝末年的時候，你泉州當年不是這個首屈一指的首富嘛，就是這個回商人嘛，回商人這個蒲家，他當時甚至他會想怎麼樣跟忽必烈做生意，我到底是出賣趙宋王朝還是保護趙宋王朝？因為當時趙家是藏在這個泉州城裡面的嘛。然後再比如說唐朝末年，哪怕是很多的老百姓流離失所，甚至很多軍鎮已經裂土封疆，但是你在那些關鍵的城市裡面，不管是長安啊、揚州啊等等，
等等，他還是過得錦衣玉食的生活。我覺得今天在美國他是這個樣子的，就是說世界各國的有錢人他依舊會跑到美國去享受娛樂消費，因為美國對有錢人是非常非常寬容的。做一個有錢人這個事情在美國是一個非常爽的事情。比如說你在中國，你如果是一個有錢人，你不可能去染指政治。你如果做一個有錢人在中國，你想要染指政治，那麼你是找死。然後呢，再比如說在南美或者在這個南亞一些國家，比如巴基斯坦，比如說印度，你做一個有錢人，但是你依舊是不安全的。我們看過很多人去那個南亞拍攝，然後呢，他的有錢人依舊是要把自己的家建得跟城堡一樣，有大大的圍牆，因為他很擔心會有人來他家進行襲擊，所以他的很多的錢是花在安保上面的。還有持槍的警衛的，你必須要養私人武裝。但是在美國，如果說你是一個暴富的階層，就特別特別有錢的一個階层，那麼其實你在美國可以过得很爽。就美國它是一個天然把不同的社会層級直接給割開的。我們就美國它的高速公路系統嘛，它的高速公路系統可以直接把平民給夾在高速公路的另外一頭。就你會看到可能是一條路，但是呢，左邊是平民區，右邊就是富人區或者中產區。然後大家想，那他們不會直接走過來嗎？不的，沒有辦法的，因為那中間是高速公路，你走不過去的。你怎麼走啊？你一下就被撞死了呀！而且呢，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如果說你在很多地方你是直接在街上走，會有警察來盤問你，警察來直接盤問你說你為什麼要在街上遊蕩？遊蕩也是犯罪的。而且比如說警察，因為美國的它的這個各個城市最重要的稅收的一個款項就叫做地稅，就 property tax、land tax。這個地稅是按照你買房的時候的價格來算的，所以你如果買在一個好的地方呢，這個 property tax 是非常非常高的，房產稅是非常高的。然後呢，這個警察就會格外的會照顧你們這個社區。所以說有錢人在美國就是會過得非常非常爽。但是你只要比如說你今天你斷供，明天這個社會對你嚴厲的一面就會冒出來了。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比如說之前在那個大陸的互聯網上興起了兩種討論，一種他們叫做斬殺線，就是說美國的中產很容易掉下去，然後很多在美國的中產就會跳出來反駁斬殺線的邏輯。因為只要你不落到斬殺線，你其實沒有辦法想象斬殺線，因為你過的一切都很 OK。假設你今天在一個很大的一個科技公司，你如果拿到一個很好的職位，然後呢，你的一切你會覺得這是非常非常 OK 的。我怎麼可能落到斬殺線？這房子對我來說太便宜了，我的未來看起來太光明了，我的這個股票又漲了，對不對？等等等等。每一件事情就感覺非常非常正常，但是一旦半年以後 AI 迭代了一下，然後呢，公司宣布我裁员5萬人，我操，他無法想象的，就是因為那種事情來得太快了，在它沒有發生之前，這一切的事情感覺太遙遙無期，太遙遠了，但是一旦發生了的話，就來得太快了，跟暴風驟雨一樣。所以說斬殺線是不是對的？斬殺線也是真的。然後那些反對斬殺線的人是不是真的？他們也是真的。它就是這樣的一個折疊起來的社會，每個人都在說自己真話，但是說這波真話的人跟說這波真話的人，他們永遠撞不到一起去。這個是我覺得現在最你說尷尬的地方也好，或者說美國的情況也好。當然我覺得因為我們也是走馬觀花嘛，所以說我們也不能說自己在這邊待上10天半個月就能夠把美國這一切給看明白。我覺得這個東西美國本來就是世界各國的顯學之一，對吧？因為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體系就是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然後呢，這個大家關心美國都非常正常，因為關心美國是全世界人民的內政。對，美關係是大家的內政。因為 Kevin Walsh 這個利率啊提高一點或者減少一點，那這全世界都會收割。你說難道它不是你全世界人民的內政嗎？肯定是全世界人民的內政。一方面是美國國內的問題啊，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國際上面的事情嘛，就是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就是這個帝國對外的很多行為，它已經體現出來不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一個帝國主義。所以說你的決策層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肯定是出了問題的。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事情。所以我把美國說成什麼呢？我把美國說成叫做希望跟絕望並存之地。我不希望像其他人就是上來就說啊，美國完蛋了。任何一個王朝都是你看他請賓朋，你看他建高樓，你看他樓塌了。當然了，這個全世界人類歷史這麼久了，當然你如果要是這麼說的話，每一個王朝都有自己終結的那一天。但是我不想要參與到這樣的一個討論中，就是說我堅持默念50年，美國要完了，然後美國哪天完了，我就說，哎，你看我是不是一個很有先見之明的人？美國國會當年養了很多就是類似的這種就是反向的嘛，張家都嘛堅持默念幾十年，就中國完蛋，中國明年完蛋，明年沒有完蛋，中國後年完蛋。我們台語有明居正老師嘛，大家了解到。對，明居正老師就是從黑頭髮講到白頭髮，然後呢，從黃偉漢是藍營一直講到黃偉漢是綠營，對吧？他是堅持默念，對。
你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生意。然後大陸這樣的人也是很多的，就是他是層出不窮的。比如說最近大陸也是有一個像那個在清華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就現在四處掛一個清華教授或者清华副教授的一個頭衔的一個人。然後呢，他也在這個視頻上面说，哎，全世界的經濟真的不好嗎？不是的，只是中國的經濟不好，只不過大家在中國都被大家騙了。但是他其實在幹嘛？他就在賣課嘛，因為他要做那種这個課程圈。一般來說，這種人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的事情呢？一般就是說，他說這種很危言聳聽的事情，然後呢，如果說這種話你都信，就說明你其實沒有整理和搜索信息的能力。割這種人的韭菜是非常好割的，就是我們大陸一般來說就是保健品就賣給這種人，大力丸就賣給這種人，他們在地下電台賣藥的。就是如果說這種話你都信，那你肯定很容易被收割。但是呢，因為你要知道，一個人他聰明還是傻，跟他賺多少錢不一定有直接關係。就有些人運氣好，或者他剛好撞上經濟起飛期，或者他剛好買到了那只對的股票，然後呢，他就一下就發財了。但是呢，就認知不夠啊，最後你怎麼樣賺到這筆錢，你怎麼樣就可以虧掉這筆錢，大概是這個樣子的。就是這種生意是很多的，但是我們不打算進入到這個生意來說，所以我不打算就是說一味的去聊啊，美國到底是要完了，還是美國特別牛啊，美國馬上就是人類的新一個階段了。我們不去探討這個問題，但是我們一定要探討我們喜歡探討結構性問題。所以今天美國，我認為它是存在很多的結構性問題，而這些結構性問題，由於美國是現在世界體系的核心，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單單是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就是很多的國家其實它的現代化都是美國化，但是為什麼很多經濟體現在它也遇到了美國式的結構性問題？我覺得這個就是留給大家去討論的。像比如說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其實是這個叫做現代化就是美國化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體現了。最近幾年資本市場已經有點減速了，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所有的成功的中國大陸的故事就是你在硅谷或者你在美國讀書讀幾年，然後呢你在硅谷工作，然後你拿到了一個好的 idea， 你回中國創業，創業之後呢你拿美元資本的投資風投，然後呢你去美國上市，創造一個神話。這個就是從前的中國的這個叫做我們造富奇蹟吧，差不多就是類似於這個樣子。但是呢，我覺得大陸跟台灣可能區別是在於，大陸在意識形態上面，至少在政策層面的意識形態上面，沒有被美國的叫做自由派運動完全給拿住。因為我剛才看你那個直播的時候，你不是提到了就是那個殺人案嘛，然後綠色的法官對這個受害者的媽媽說嘛，說你女兒死了，你真的有那麼傷心嗎？我操，就是這種荒唐事情，在中國大陸你能說沒有嗎？也不能說沒有，但是呢，程度沒有那麼嚴重，就是這些東西肯定會進來的。就是你一旦開始搞現代化，你就必然搞美國化。但一旦開始搞美國化，就是它的那些東西一定會跟着它的資本一起進來的。它會通過各種方法，它會通過比如說這個，我一開始跟你在媒體上面啊聊一聊啊，可能再到後來是比如說，哎呀，我今天用一個很好的一個大學的那個名頭，然後呢，我跟你這邊的大學對接，然後我們一起搞一些聯合項目啊，就是它包裝的非常好。然後呢，糖衣炮彈嘛，你先吃下去，你吃下去的時候，等到那個糖衣化掉之後，哎，就已經進入你的身體了。所以說，今天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我們都需要去探討。這個是我覺得我在美國看到的一些問題。因為我自己看美國，我給它一個定義啦，就是說美國今天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嘛。從這個人類工業革命以後，工業革命的最成功的典範就是美國，因為它不僅經歷了工業革命，它還把它的工業革命借由它的體系散布到全世界去了。事實上，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尤其在蘇聯崩潰的1991年12月25號之後，美國體系就是世界體系，而且是毋庸置疑。包含當時被蘇聯保護的最好的它這些加盟國，還有包含它這些東歐的這些小兄弟們，還有像是蒙古啊，除了北朝鮮之外，大概全世界多數的國家都被美國強行納入到了體系。你看到今天烏克蘭，拜登兒子都在那邊有生意啊，所以這個美國它等於是把它的體系給徹底的打進了全世界。你想，美國做這套體系多久了？從這個19世紀末，美國逐步的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它的工業產值當時超過了英國，進入成為世界第一強。然後另外一個是德國嘛，德國成為歐洲第一強嘛，那也是世界第二，就是僅次於美國，都超過了英國。他們的體系開始出現兩種狀況。美國呢，它跟英國之間的歷史的親近性，然後它用了一個方式叫做 open the door 門戶開放政策，到處去把大家門打開。WTO 就是門戶開放政策的終極展現嘛，它從前身 GATT 到 WTO， 這個說巧不巧，蔡英文就研究 GATT 的嘛。啊，那這個就是這個美國體系為什麼它可以
以深入全世界。而中國今天能成功，2001年兩岸一起入世這件事情，這個也被認為說是能夠在中國大陸能夠在全世界上，然後能夠这個融入世界的體系，並且透過世界的體系做了積累之後，那才厚積薄發嘛。當然代價很重，代價是犧牲了一代人的甚至1.5代人的這個勞動力的成果，然後來發展國家的一個未來。不過不管怎麼樣，中國今天成功了，但這個成功當然現在受到美國的挑戰。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美國建構的這個體系，他要成功的是他自己，不是其他人。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結果，就是雖然美國從全球國際地緣來看，他老實講他很奇怪嘛，上下無強連，左右臨大洋，它就是一個完全超大號的一個離岸的一個地方。如果從一個這樣的邏輯來看的話，它理論上跟世界的中心是不在一起的。可是透過把世界體系的完全鏈接在一起，即便美國現在帶頭反對它的全球化，但這個全球化已經是全球的全球化，這個是不會停下來。美國只是透過在這個體系裡面搞點事情，想把自己能夠多攒一點進來，是這個樣子。那這個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呢？我覺得我們今天從這個角度啊來解析一下美國250，包含王小講了很多關於這個美國的一個特色，就是為什麼美國即便在我們看來問題這麼多，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它依然是世界最有錢的人想要去的地方，它依然出現了非常這個上下的分層，然後但是呢，它依然可以繼續賺優，只是說它那個霸權確實是生鏽了，而且在非常多的地方受到挑戰。其實這樣看這次世界杯，你就有這種感覺哦，世界是更平均的，但是世界的中心美國永遠所以至少短期很短這一段時間之內，你不能去忽视美國的存在。就世界為什麼更平均？你可以看到48強各種小國，它突然就踢出来了。比如說我們剛才聊到了這個佛得角，台灣叫維德角，50萬人口，它可以搞出一個這個世界杯進入到了淘汰賽階段。那為什麼？因為它更平均了嘛。就是大家所受到的這個，我們一直在談這個話題，這個美國把這個全球拉進它體系之後呢，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就是讓工業產製品，讓各種現代化的東西進入到世界上各個角落，即便在亞馬遜雨林的最深處，在剛果雨林的最深處，那些未開化的部落，那你來看它的時候，它這個穿着丁字褲啊；你不看它的時候，它穿着什麼？它穿着可能是牛仔褲啊。這只是畢竟它需要這樣的一個觀光資源或者其他的，這個大家都知道嘛。你看在世界最偏遠的海島上，你都能夠撿到塑料罐。之前看一個很搞笑的，一個白人女的準備給一個雨林裡面的這個那個原住民拍照，然後她說：“我可以給你拍張照嗎？”然後那原住民說：“你不能給我拍照。”然後那個白人女性很高興，她在嘛說哇，為什麼不能給你拍照？你認為這個東西會攝取你的靈魂嗎？然後那個原住民說：“不，因為你鏡頭蓋沒有開。”這個我有看過這個段子。這是很有趣的，因為大家還記得，也許15年前之類的，我們還是說我們要保護亞馬遜雨林裡面那種未被外界接觸部落，但是現在是不是沒有人提這個概念？提也提，看你怎麼提。如果你從科學的角度呢，大家可以探討這個問題；但你如果從政治的角度呢，那一定又是中國人錯，因為中國人吃牛肉，所以說亞馬遜雨林遭災了。就是看你誰來提，看你要提的目標是誰。一般的這個世界上啊，出了什麼糟糕的事情啊，肯定你都可以用一種戰略轉進的方法，肯定是因為中國人怎麼着了。最近歐洲你看熱得不得了，所以呢，可能等到那個過一段時間吧。我现在發現歐洲也有低人權優勢，這熱死的人不是人。歐洲呢，它熱不了很久，等到它暑假過完了之後，然後等到這個天氣涼快了以後，它又可以說氣候變暖就是中國人的錯，因為中國搞空調。對，所以確實啊，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250，它是一個時間節點，這個250週年，其實它也象徵的就是說美國體系走到了一個時間的節點。我剛剛我們討論很多，所以我來看這個美國，我怎麼看啊？美國呢，在我的感覺裡面，從歷史的角度是一個超大號最成功的東印度公司，因為美國聯邦政府就是一個巨型的東印度公司，就是它的一個具現化。你看哦，聯邦政府它基本上不管什麼，它不管內政，誰管內政？州長管內政。那州長不就是當年東印度公司合作的一些土邦土酋嗎？你自己管吧，反正我也不管你，你就負責繳稅就好了。然後呢，我的稅也跟你可以分開，你抽你的稅，我抽我的稅，聯邦稅跟州稅是分開的嘛。再來，軍隊你可以保留一部分象徵性的軍隊，國民兵，但是關鍵時刻那些軍隊歸我管啊，你不可以對我造反。再來，你可以有自己的法律，你有州憲法，你有州議會，你自個玩吧。但是呢，你不可以違背我的聯邦憲法。怎樣算不違背？沒關係，我還可以給你一個仲裁機構，你這個可以來跟我來這個總公司跟我告狀一下啊，你們這個規範啊怎麼樣的。所以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大家想，東印度公司的特色是什麼？首先，它殖民也不殖民，它管你，但是它不直接管理內政。所以美國到現在非常奇怪，它號稱世界民主的燈塔，結果它的這個總統不是直選的，它的選民不能直接上表天聽啊，它的選民得透過一個州，相當於一個小公司，然後再集結選舉人票，然後才上
去。當然有個別州很例外了，但是我們就不提了，但多數是沒辦法。第二個，東印度公司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是賺錢，瘋狂的賺錢，各種想辦法榨財。聯邦政府這麼多年來，其實他就是用各種方式在全世界上撈錢，不是嗎？他為什麼擴展海權呢？撈錢嘛。那比如說聯邦政府不直接賺錢啊，他收稅啊，對啊。但聯邦政府背後是誰？是美國這些大企業軍工複合體啊，大股東們要賺錢啊。這股東們呢，可能聯邦政府得維持一個世界警察、世界這個政府的樣態，但是他只是套了一層皮，實質上是由商人、資本家還有這些專家，等於說美國的精英統治階層來維持這個領導，這個很重要。東印度公司它就是一個非常精英化的一個領導式的狀況，它不在乎公平，它更在乎交易，這是美國的一個特色。所以我覺得美國聯邦政府給我看到的是這樣，而這個體系到了全世界，東印度公司最害怕什麼？如果它不能壟斷，它就要求你要公平，所以你得開門，所以它叫你要門戶開放政策。我沒辦法在這裡，比如說這些東印度公司來到了中國，它當然不可能在中國搞特許壟斷政策嘛，但它就叫中國要開門嘛，開門啊，我要賣鴉片啊，不開門我打你吧。這不就是美國這個做法？只是他現在不賣鴉片了嘛，他現在賣什麼？他現在賣槍、賣子彈、賣炸彈啊，這不是又是另外一種毒害人民的方式嘛？但是你說這樣的結果到底是把人類帶去了哪裡？其實蘇聯的崛起，為什麼蘇聯這個共產主義在那個時代這麼受到當時的左派年輕人的一個喜愛，而且全球共運？你看蘇聯的間諜是不要命的，他是可以不要錢的，他可以自費的。當時全球共運左派游擊隊，像切格瓦拉，為什麼風靡全世界？很簡單，因為切格瓦拉他在全世界到處打游擊戰，為什麼大家服他？他也不是為了錢啊，他就為了一個理念。這理念是什麼？因為哪有壓迫，哪就有反抗。因為美國作為東印度公司，它肯定是壓迫之下去榨取利益，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終極典範。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說，美國250週年來回看它這個成長歷史啊，你想東印度公司要怎麼起來？它先得有一個殖民地嘛，殖民地之後得先把當地原住民給打服了，打服了之後呢，得把周邊的帝國主義給打服了，把這邊帝國主義給打服之後，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殖民基地之後呢，然後呢，他也不直接管理人民，他開始呢就在這個之上建構他向海外拓展的據點，這不就美國的歷史嗎？美國先到了這個東部，先到新英格蘭殖民，先把當地原住民給幹掉，幹掉完之後呢，把周邊的帝國主義英國跟法國幹掉，對不對？路易斯安那用買的，這比較和平。北邊的加拿大屬於英國的自治領，哇，跟加拿大那簡直打的簡直是你死我活啊，對不對？美國首都華盛頓唯一一次被燒掉就是英國當時透過加拿大的兵團把它給幹掉了嘛，所以加拿大人很自豪嘛，他是全世界唯一進逼过美國首都的國家嘛。那英國人呢，真的当時英美戰爭一把火，連白宮都燒了，白宮燒成黑的，所以這個美國國會大廈也受創嘛。那這個是這個部分。然後呢，接下來它的發展，然後你就看它發展到一個程度，發展到一個程度這個打敗了英國，它穩定了它的國勢然後你看當中還有內部的權力鬥爭嘛，比如說南北戰爭在確定美國的路線之爭，到底是繼續的搞這個黑奴貿易，還是呢我們要全力來發展工業所以我們看到路線之爭定下來之後，全力發展工業，工業一發展，它這個東印度公司就走上了跟以前所有東印度公司最大的不一樣，它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透過奴隸制度，透過收割所謂的這一些糧產作物或者是各種勞動力的方式，而是透過創造產品的方式，所以它這個東印度公司就升級了，就擺脫了原本，但是它的邏輯依然在，它向全世界輸出的就是一樣，我用資本主義，要麼打不贏你用錢打你開門，打得贏你我就把船開過去嘛，所以日本有派利准這樣的黑船事件，不過他來到中國時候太晚了嘛，因為畢竟當時美西戰爭打完，他才拿到了菲律賓，然後拿到菲律賓他才打開這個大，所以這是美國體系的建構。那他這套體系的建構最仰賴的是什麼？比如說英屬東印度公司，它全上橫行霸道要幹嘛呢？它必須要很多的據點，它必須要暢通的海路，它必須要不斷是創造離岸平衡，它才能不斷維持它的優勢。所以它就吸取了英國的精神，它也維持它原本的制度，然後最終它創造了就是全球海洋霸權嘛。在這個全球海洋霸權之中呢，美國在那過去從1991年福庫亞馬宣布的勝利了，世界終結了，一直到2000年之後，中國大陸進入到世界貿易體系裡面，然後呢進一步，他發現開始玩不轉了，這套體系出現了一個問題。第一個，我認為這套體系有個狀況，這套體系它成型在什麼時候？它成型在工業革命剛爆發的這個，等於是進入到20世紀的時候，它大概就定掉了。但是呢，進入到了21世紀資訊化的時代，它開始出現了很大的一個問題。美國的體系其實是相當保護精英階層的領導權的，包含它的選舉人團制度，包含它在全世界非常特殊的上下議院制度，但上院的權力比下院還要大，這是非常特別的。透過把權力向內收縮，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美國的2大政黨，尤其是民主黨最奇怪，民主黨它是有一個超級代表權制，這不就完全是精英領導這個代表嗎？比如說為什麼 Nancy Pelosi 他一樣是個黨員，難道憑什麼他比較大？他超級代表權，他特別大他特別有影響力嘛？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本來這個精英領導階層是很穩定，但是進入21世紀，他遇到一個最大問題啊，資訊傳播的加速啊，你原本透過這個你的體系
系要精英領導，然後呢，你透過這種全球收官，你其實打的就是個不對等嘛，不管是武力的不對等，不管是運力的不對等，不管是你的離岸偏，其實都是一種不對等，還有資訊的不對等是裡面最大的關鍵。那資訊的重要性呢，隨着工業革命之後，所有的人民這個就全世界生產力的增長，老百姓的文盲一直在下降嘛，所以資訊的力量就不斷的在人群當中作用力。從一個全球史的角度來看，就不斷的發揮威力。可是現在21世紀最大的成就就是社群媒體的發達，網絡的出現，所以你就會發現很有意思。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美國250週年的時候，當歐洲人還在防堵極右，美國都極右2次了，好 ，MAGA 都不帶演的，這上來2次了，還可以反向派 JD Vance 動不動跑去歐洲嗆蝦嘛，動不動就去罵人啊，紙上到處罵人，到處罵人。那這個就代表什麼？就是其實美國的這套體系啊，它到了21世紀的現代，它其實它面對資訊時代的時候，它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撕裂。但這個撕裂目前還在一個美國人可控的範圍內，還精英可控的範圍。雖然 Trump 他雖然代表是廣大的紅脖子這些底層，但是他依然他自己是精英嘛。接下來也許我們會看到，因為比如說 JD Vance 是從底層加入到精英階層，可是他的身份就不一樣。還有包含什麼？最近在民主黨裡面崛起非常非常快的紐約的市長，這個人如樹地平起一樣，哇，一口氣在紐約幹掉3個老的民主黨議員啊，他推薦都上了。所以我們在看這個是美國在250週年的時候，它的一個根本的改變。結合上剛才王小所說的，這個體會就會更加的深刻。就是美國它依然它的全球體系帶給它，就是它在全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位置。這也是中國的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去忽略掉美國的存在，不能像網上爽文一樣，中國崛起了，所以美國就完蛋了，沒有這種事。這也是為什麼，即便老師川普在提 G2，理論上中國是不會回應這種事情。可是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到，在北京的那場領導人的峰會當中，中國領導人用所謂的修習底德陷阱來回應他的這個 G2 的一個顧慮，用你聽得懂的話我來回應你。原因很簡單，這個世界的體系，我們從根本上沒有辦法忽略美國的存在。可是這個體系，它在面對新的21世紀的一個發展當中，它會如何來變化？這是我們所關注的一個重點。那美國現在這樣極其分裂的狀況，會不會讓美國最終走向崩潰？這是一個要點。但是我覺得短時間內確實相當困難，因為它依然在持續的吸納全世界的老百姓。因為如果當美國依然它有辦法有大量的就是滲透到歐洲這個世界各地，它雖然它可能对大家的掌控力變弱了，它的體系確實出現了震盪跟質疑，它開始出現了 MAGA 的這種領袖，這種最底層聲音的這種呼喚，建制派出現了一種跛腳的狀況。可是它依然占據這個重要位置的時候，然後它那一套所謂東印度公司的這種體系到了當代雖然變形了，但是它依然有用的時候，那我們還是要對於這件事情有很大的看重，就是我們不可能的直接把美国體系革除在外，但是這就是一個反轉。但是美國體系確實在嚴重衰弱，這就回應到我們另外一件事情，在剛剛結束的這個老哈梅內伊的這一場葬禮，其實它就是映射出啊這套體系它的在250週年的今天啊質變的開始。也就是我可以這麼講啊，今年剛好是美國250年，也是整個美國這個體系最後的輝煌的高點。接下來它會轉變，它能不能再創輝煌我不知道，但它既有的模式，也就是我剛才所敘述的那一套東印度公司的模式，往下剛才所呈現的那一套社會的這種兩極樣態，我認為不可能一直這樣子下去，它一定會有根本反轉，因為它原本那一套樣態，它仰賴的是它作為體系的核心向全球吸血，也不能說去吸血，就是在全球它可以得到最大的份額嘛，它用少少的力量去槓桿全世界。它現在呢，它的軍費無限制的成長，它不可能再用少少力量去控制全世界，而且到處受挫。主要在伊朗這裡是太明顯了，它沒有辦法在波斯灣裡面繼續的存在，或者它的存在已經變成只剩下一個表象的意義，而沒有實質意涵。我們可以看到霍姆茲海峽確定要收費，所以從這邊我們就來訪問一下蕭哥哦，這很有意思哦。我覺得我從這個視角來解剖這個250週年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今年絕對是一個美國體系的轉折點。那接下來我們就帶到這個伊朗的葬禮啊，其實它相當的有的意涵，雖然在世界杯的這個覆蓋之下，可能大家關注度少了一點，但是依然哦，就從全球的這個地緣政治的視野來說，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一個轉變。伊朗這一次老哈梅內伊的這個葬禮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首先，第一個事情就是應該是美國壓住了以色列，跟他明說了，你別亂來，你不要搞什麼這個轟炸呀、暗殺呀什麼的，不然你把我這個大好的談判的這個情況又給我搞亂了。這個應該是美國會做的一件事情。然後第二呢，就是你會發現啊，伊朗的這個敵人和朋友啊都去了，反正去了挺多的。尤其是這裡面我們會看到規格
比較高的應該是巴基斯坦的一把手，不是總統了，就是總理和那個元帥都去了。尤其是當我看到了，就是說這個美國啊準備派兵直接去這個以色列跟黎巴嫩的邊境啊，這個駐守，然後呢監督停火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事情實在太好笑了。你想想，以前美國塑造的地區 troublemaker 是誰？以前的 troublemaker 是恐怖分子，是伊朗，是真主黨。美國在當地駐軍，其他國家要仰仗美國的駐軍，是因為呢他們害怕，他們覺得恐怖分子和伊朗是 troublemakers。然後呢，現在美國要到以色列跟黎巴嫩的邊境去，來充當所謂的這個 peacemaker， 那這個時候 troublemaker 是誰？ troublemaker 是以色列，對不对？你知道這事真的讓我恍如隔世，因為以色列當年還曾經打死過中國的維和部隊啊。因為06年的時候，這個3月中國維和部隊在那裡有一個維和的工作嘛。那當時呢，在7月的時候，以色列扔了一顆航彈，結果把邊境哨所當時有位中校這個都給炸死了。這個中方人員算是很高層級的，連同在內的包含加拿大還有多國的維和部隊的這些軍官全部都罹難。所以你可以想到以前這樣子國際都能忍，現在美國自己下場啊，這是恍如隔世，恍如隔世。好，當然我對於這個犧牲人員，我們還是要肅然起敬啊。但是只能說以色列這麼多年啊，終於是踢到鐵板了。對，終於是有人願意來整治一下這幫人了。然後呢，我覺得是這個樣子，就是這場戰爭，如果說我們是從這個美國的國內跟國外兩個層級來看，第一個是它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國際布局。我覺得讓特朗普的這一次，或者說內塔尼亞胡的角度來講，他可能是以色列可以如此程度上操縱美國的最後一次。以色列在美國已經長期經營了大概有幾十年的時間，買通了無數的政客，有大量的人你都可以说他就是以色列的代理人。但是最終你要使用這些代理人，你要有一次出發點。那麼這一次的出口就是這一次的這個美以伊戰爭。然後呢，這一次戰爭以後呢，美國有幾個情況。第一個呢，就是它的這種一個叫做地區的秩序締造者的身份已經消失了。然後第二就是呢，它對於其他國家的這樣一種管束能力消失了。以前他給地方傳遞的一個信息是，如果你不聽話，我打你，而且我打你，你就會死。這一次他已經論證了，就是他打一個人，一個人不一定會死，反而這會給世界各個中等大國帶來一個什麼樣的信息？就是我要加強自己的一個獨立性，不管是戰略獨立性還是軍事獨立性，我需要加強自己的獨立性。那麼這個東西不單單是伊朗能夠看到，周圍的國家也能看到，比如說沙特，比如說土耳其，比如說埃及，他們都開始做自己的一個準備。那麼我們說沙特，首先沙特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國家，沙特是一個區域中非常重要的國家。由於沙特當年願意和美國進行這樣一場交換，所以才出現了美國可以通過他對沙特駐軍，他對整個灣區駐軍，就是這個波斯灣地區駐軍，就他提供和平，他提供秩序，而這些地方呢，形成歐佩克的核心國家。沙特作為歐佩克的核心，他來調整國際油價，而他賺來的錢，他再投資到美國，他進行這樣一種交換。而現在這個東西它不成立了，就是你沒有辦法給我提供穩定了，這個東西是最尷尬的一個事情。你不單單沒有辦法給我提供穩定，而且我這邊現在遇到的危險好像主要是來自於你，這個讓人害怕的地方。那我們再說，那麼這些地區的國家就已經開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首先從中等國家來說，這些國家他們的強硬派或者保守派就会獲得一些話語權，比如他們就可以伊朗作為他們的案例，可以反向去倒逼國內的和平派也好，開放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因為伊朗的革命衛隊已經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認認真真準備這樣一次大衝突，所以伊朗能夠打贏。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認認真真的花幾十年去構建我們的國土防衛體系，去構建我們自己的一個作戰能力，讓我們自己變成一個對擁
有獨立的戰略和獨立的軍事的這樣一個國家，這是對於所有的中型國家來說非常重要的一課。所以我們也看到，哪怕是德國這樣的國家，對不對？也已經開始大量投資軍費了。當然，德國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啊。像德國現在或者整個歐洲已經，它主要是這個人已經不太行了，所以歐洲有歐洲的問題吧。然後呢，我們再看到就是在地區上面，大家已經開始在搭建自己的防衛體系了。像阿联酋很明確的，它已經投入到了和以色列還有美國的這樣的一個防衛體系中，而沙特它在反其道而行之，它在拉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一個防衛體系。那麼再往下面看的話，我們就會看到最近是不是以色列又開始威脅土耳其？我不知道以色列威脅土耳其的這種心思是從哪裡來的，但是我覺得挺荒唐的，因為以色列之前所进攻的那些派系都是非常弱的國家或者集团，比如說巴勒斯坦，比如說哈馬斯，比如說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伊拉克民兵集团，就是他們是屬於相對來說比較弱的集团。但是其實從他開始刺殺伊朗的這些高官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除了刺殺高官之外，他的手段其實後來你就發現黔驢技窮了，除了殺人，除了炸學校之外，他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方案。那麼這個時候你為什麼要去威脅土耳其？畢竟我們要知道土耳其它可是一個北約國家呀，你如果打擊了土耳其，那北約到底應該呈現一種什麼樣的表態呢？這個東西很尷尬。而且土耳其它是中東地區製造業能力非常大的、非常強的一個國家，它不是一個像這個沙特那些就是只是高度依賴能源出口的這樣一個國家。所以這個是我們所看到的。那好，現在就是隨着你沒有辦法去管控你的金主，美國你是霸主，但是呢你沒有辦法管控你的金主，所以我們就说以色列是什麼？以色列对於美國來說相當於是一個腦癌。你摘不掉嘛，就你如果讓它留在裡面，你慢慢的你會被它給熬死的，但是你又摘不掉它，我覺得這是以色列給美國帶來的問題。當你這個腦癌在不斷擴散的時候，它會影響到你的霸權。就一方面你沒有辦法很好的管控你的金主，因為你不能打它呀。你按理說，如果說世界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嘚瑟的像以色列這個樣子，美國已經把它搞掉了嘛。其實搞掉它很方便，你就進去，你把內塔尼亞胡抓走，或者你把內塔尼亞胡給刺殺掉。他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是這麼幹的嗎？你討厭委內瑞拉，你派兵進去，你把馬杜羅抓走；你討厭伊朗，你派兵去把那個哈梅內伊給殺掉；你討厭薩達姆，你就把薩達姆給那個宣判給吊死了，對不对？你這不一直這樣幹的嗎？但是以色列這是一個事實用的麻煩制造者，但是你沒有辦法對他動手嘛，所以竟然把美國逼成了一個叫 peacemaker、peacekeeping force， 它變成了以色列跟黎巴嫩中間的那個維和部隊。那我想你維的是哪門子和呢？你維的其實就是你沒有辦法管以色列嘛，因為以色列只要轟炸或者以色列只要打擊黎巴嫩，那麼伊朗就沒有辦法跟你簽署這個和平協議。那所以他沒有辦法管以色列，他就只能去那邊攔住以色列，不讓以色列打。我真的覺得很荒唐啊！回頭如果說以色列他再發動襲擊，把美國人炸死了怎麼辦？這個東西我們無法理解。這個假設有意思，而且再往下，由於你沒有辦法管控這個腦癌，然後呢，這個腦癌它在不斷的擴散，它已經擴散到你自己以前打造的那個所謂的盟友體系了，就是北約那個盟友體系，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現在美國面臨到了一個忠孝難兩全的地步啊！你到底是要對你的盟友們保持你當年承諾的忠誠，還是你要對你的金主保持你的孝心？當以色列開始威脅一個北約國家的時候，你到底要如何做取捨啊？這兩個都是你的人啊！這是現在我覺得美國它一個尷尬的事情。說完了國際，但是美國國內現在也是問題，因為你當年你對 MAGA 這個系統的一個承諾是什麼？就是我不開戰了，我不再四處發動戰爭。現在 MAGA 派整個大倒戈啊！你現在問 MAGA， 無非就是在表面上面我反對特朗普，跟我私下上面反對特朗普。就有一些 MAGA 它是屬於是程度比較低，劑量比較低，他可能還是想要鑽營，還是想要獲得官位的，所以說他還是表面上對特朗普表示忠誠，但是他可能在私底下他已經沒有那麼支持他了，因為對他來说，就是我當時為什麼會選擇支持你，因為你的 MAGA 的承諾呀。那你 MAGA 的承諾之一非常非常重要的承諾，就是你是一個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啊。你第一屆確實沒有發動戰爭啊，怎麼回事啊？第二屆怎麼搞得那麼狠呢？所以現在大家一個是愛波斯坦，一個是這個伊朗戰爭，現在已經導致他自己的陣營裡面發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這樣的一個分裂。不管是 Tucker Carlson， 你看 Tucker Carlson 已經完全倒戈了，被開除麻吉了。Tucker Carlson 甚至已經宣布退出共和黨了呀。他這幫一波人，如果說真的大家關注美國的國內政治，你很明顯的能夠感覺到這波人已經慢慢的團結到了 JD Vance 的身後，只不過他們現在還沒有開始衝那一下。我覺得你說28年吧，可能28年的時候可能會大家
家就是一起崛起來衝那一波，把 JD Vance 給那個拱出來。但是 JD Vance 拱出來有什麼用？因為 JD Vance 他是硅谷右翼那一波人扶持的人呢，所以我覺得現在為了這個事情啊，現在搞得非常尷尬，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的一些事情。我想這個關鍵啊，就是說你從這個伊朗的葬禮，你可以看得到美國體系它這個出現的各種矛盾點啊，包含就是美國現在，比如說我們就講這個美國250年這件事情，你看它理論上是很盛大的慶典，可是美國卻在強調說它是下一個黃金時代的起點，這代表說你本身在這個時代你現在是最低點的，不然怎麼會是下一個時代的起點呢？然後 Trump 在談的，他也不去談內政，他一直反覆強調說不可能變成 communist country， 就是不能變成共產國家，這個很生氣嘛，這個講的這個活靈活現的，要對極左翼要進行打擊啊等等。當然他對標的主要就是去講這個紐約市長嘛，哈。那可是問題就在於說，你看第一個，這個一個偉大的國家，在繁盛的時候，他怎麼會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就形容他自己呢？第二個，整個伊朗的這個葬禮本身就是個荒謬，這本來就不該讓老哈梅內伊這樣被幹掉，結果你這一波等於是連槍送禮物是全部送了，這個大棒送了，現在你對伊朗你該怎麼處理呢？你沒有任何處理方法，你無非就是拖90天後再90天 ，another 90 days， 不斷的90天下去。可是人家伊朗他有在管你嗎？他就給你辦葬禮，他故意的嘛。我偏這時候辦葬禮，然後辦葬禮什麼意思？我就告訴你，我宣誓我勝利了嘛。然後喪禮大家就看到這麼多政要去，那你美國說叫大家別去嗎？哎，不對啊，你美國你現在跟伊朗講和，你也不能叫大家別去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波斯人他這個古老的智慧還是有的，他就知道思考怎麼去打這個問題啊。然後還有就是唯一最大的變數是以色列，剛才蕭哥其實講得很清楚，你現在這個尷尬嘛。如果以色列針對美國聯合部隊開火的話，那你美國是炸還是不炸？如果真開火，那美國以前就直接航彈就扔回去了，沒得跟你客氣。附近哪一艘軍艦上面有帶戰斧就先溜了，有沒有再跟你客氣？馬上報復。這個美國人他這個報復是非常非常迅速而且猛烈的，但你丟得下去嗎？不知道。所以美國體系的矛盾在於說，他積累了這麼多年。我們上一趴我們聊到，我給大家分享我一個觀察嘛，他這個超巨型的東印度公司，他走到一個點上，就是他的股東跟他整個基於他的運作邏輯，它是出現了矛盾。股東們想繼續用這套模式大撈特撈，但是呢，這個公司所在地的老百姓受不了啦，這社會出現了巨大的問題啊！你剛才出現雙列分層，底層老百姓急需要代言人，你這個公司不管怎麼樣，你總要一個設立地點嘛，你這個公司又不是這個無根蘭花，你總要有一個登記地吧？那你的登記地啊，你的 registration 就是在美國，那你得回應到美國的這個社會，所以出現了像 Trump 這樣的一個狀況，而他的承諾就是剛才蕭哥說的，我不打仗，股東要打仗，但是問題權力上來的，哎，這就是他這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天線。儘管他們透過制度的設計跟變體，把所謂的民主框限在一定程度之內，維持精英階級的領導。儘管 Trump 也是一個精英，但他還是得呼應這些選民的聲音，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股東們的承諾。但這個承諾現在落實下去，就出現了巨大的矛盾。他沒有辦法把這個矛盾跟他的選票來源做出對應，這就是剛才說的為什麼 JD Vance 現在儼然成為真正的 MAGA 頭目，因為 JD Vance 的 MAGA 才是純的 MAGA。你說一個被開除麻吉，那哪有開除這麼多人出麻吉的？要不 JD Vance 是副總統啊，那我看搞不好他也被開除麻吉啊。或者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直接把特朗普開除MAGA籍，這就解決了他們這個系統裡面的這個最大的 bug。正極 MAGA，這個跟你建議把 BB 給炸了是一樣意思。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如果實在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你就解決掉這個人吧。你解決掉這個人，導致你腦抽的那個東西就沒了嗎？但是問題是暫時可能很困難，畢竟他是天選之子啊，暗殺3次也不會死的人，所以他現在確實他卡在那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為什麼以色列會繼續抽動？因為以色列所代表的，它就是美國原本那套，我把它戲稱為巨型東印度公司體系當中的核心部件，既是股東，也是不斷創造世界動亂的來源。因為中東這個地區太核心，它站在舊大陸的中間，它這裡一亂，全世界都亂。它這裡你看，它又接黑海，又接地中海，又接紅海，又接波斯灣。哇靠，這個世界地圖怎麼可以生成這個樣子？這個你也只能說老天爺這挺厲害的。所以這個一鬧，你看這個糧食也會有問題，能源有問題。我跟大家講，接下來問題可大了，因為化肥出問題。但是我們關注比較少，薩赫勒地區非常非常嚴重的人道危機跟什麼？基本上很多專家都認為，這是基於馬爾薩斯陷阱所產生的慘烈鬥爭。極端派的興起，並不是因為極端派有多麼厲害，而是因為人已經到了如果沒去搶劫，真是活不下去的程度了。你可以理解為就是進入了李自成模式。李自成其實不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軍事家，他多次被打敗，但是他征兵非常容易。為什麼？因為他到哪裡直接一舉那個旗，一堆飢民、一堆荒民就直接就湧上來了。就現在薩赫勒就是這樣
子，它並不一定是要怎麼樣，而是它只要活不下去了。迎闖王不納糧嘛，這個就是這個概念嘛，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嘛。那這個活不下去，本來沙俄地區就不好，但是它真正被爆掉的是為什麼？因為你俄烏戰爭把糧食打出問題了，你又打了一個伊朗戰爭，把石油也打出問題了。那這世界上以為是兩大物資，你這樣搞，自然而然整個就爆炸了嘛。因為大家知道這些偏遠地區，它的運載具幾乎靠卡車，卡車你沒給燃料，你怎麼動？本來就困難，外部援助要進去更困難。你這個油價一漲，或者你這個一斷油，那問題怎麼辦？好，所以像這個叛軍啊，主要叫 JINM 嘛，就阻斷燃油。比如說他們就一群叛軍就把你巴馬科，就是馬利的首都給圍着，給你燃油給斷，那你怎麼辦？所以它有很多問題。但這個問題我回到前面，就是原本這個體系，美國是收割，美國是搶奪，但是至少它還有一定程度的明碼標價跟規則可以依循。可是現階段它這個體系出現的斷層，就是它的股東跟它所在地這個出現的巨大的斷裂，它沒有辦法維持這個體系的平穩，所以才會出現這次美墨加，你看3個人怎樣，面和心不和，其實面也不太合吧，對吧？這個卡尼跟墨西哥總統那簡直對於這個川普意見特多的，加拿大總理就提出了那個嘛，the power of powerless， 無權者之權嘛，就是所謂中等國家之問嘛，中等強權 middle power 要怎麼活下去？我們不要再貼在櫥窗上那一個 rules， 他本來就講嘛，因為本來這個美國過去每個人在櫥窗上面掛了一個牌子說by rules， 我們每個人都遵循這個規則，可是這個規則讓我們活不下去，說我要拿掉，我們全部集結起來一起拿掉，我們至少我們還活得下去。那墨西哥也是多次抵抗，所以就說你看這場仗裡其實你就可以看到說，你這美國的系統你已經沒有辦法做出什麼決定，甚至你在伊朗踢到鐵板。那再往前延伸一點，俄烏本來該是你美國決定這場戰爭的結果，結果現在發現你也決定不了。歐洲人甚至加大了對烏克蘭的援助，現在兩邊更僵了。然後俄羅斯加大了對基輔的轟炸，連續幾波都是最慘烈的轟炸。然後這個烏克蘭想盡辦法長程奔襲，用各種模式，用馬斯克最新的星鏈的數據去偷襲這個俄羅斯的煉油廠。你看俄羅斯10大煉油廠被偷了8個，那只有剩西伯利亞2個沒被偷。那這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輪的世界動盪，反而就恰恰在美國這個250年的這個節點上的時候，它反而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巨大的一個轉折，就這個體系正在下去。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那怎麼樣這個體系後面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伊朗現在打出了一個模式，我覺得這個模式非常的有趣。這模式就是它已經重新定義了中等強權，它可以做到什麼程度？中等強權現在越來越不害怕美國體系的壓迫，中等強權它是有能力讓美國忌憚。這一點我覺得是伊朗所告訴這個整個世界的一個話，那也是對於250周年的挑戰。在此之前，如果說從2016年開始的那一波，我們管它叫做秩序的崩壞，那麼我們當時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說叫做 WTO 秩序的崩壞。其實今天 WTO 的那個上訴機制已經停擺了嘛，已經停擺很多年了，它的法官湊不齊嘛，所以說 WTO 其實某種意義上已經停擺了。然後呢，第二是對於聯合國機制的破壞，然後呢，再之後是对全球化還有自由貿易的一個破壞，所以這些都在一直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必須要強調，這個是其中一個。然後再看那個時候，在此之前破壞的叫做規則，而現在破壞的叫做大家心裡面對於規則，或者說大家心裡面的恐懼，就是曹操當年說的嘛，就是如果沒有我，會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所以我覺得今天這一場到了現在為止，2026真的是過得是又慢又快。一方面呢，它真的是過得太快了，這一年發生了多少事情，太多了。首先是委內瑞拉，然後是伊朗。你以為這個伊朗的事情會很快的結束吧？結果大家發現，原來美國被打出猴屁股露出來了呀。然後呢，現在就是世界杯，再下面呢就是中期選舉。這一年下來啊，我們就已經看到了我們的這個世界，它一下子發生了一個巨大的一個轉變，這個轉變讓大家會覺得比之前的那些變化更加的害怕，因為以前大家知道，只要大國之間不發生戰爭，那麼我們這個世界不會太亂，而現在大家知道了，沒有大國會來干涉區域爭端了，因為美國首先打不過伊朗，那麼伊朗就會變成一個標準，大家就會看 OK， 我到底是比伊朗的這個位置更重要呢，我還是比伊朗這個情況呢？有一些地方對於他來說，他可能不如伊朗那麼強，但是他的戰略位置可能不如伊朗那麼重要。那麼我如果在那個地區發動一些區域性的戰爭的話，那可能美國是不會管的。然後呢，美國如果不管的話，其實世界上沒有大國會管的，中國是絕對不會摻和那個地區戰爭的。所以說，對於中等國家來說，甚至對於很多區域的小國來說，打仗是不是還是一個不可以發生的事情？我覺得不
不再是了。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在這個250年的时候，我們這個世界竟然已經發生了這麼多的這樣的一個轉變。這是我覺得這個世界杯給大家傳遞的一些東西。是，我想這個世界杯還有一個精神，我覺得可以給大家不一樣，就是原本我覺得世界杯這一次主題曲，就是我覺得沒有上一次那麼的精彩。老實講，就是它的魔音傳導的程度，就是它附送的程度，雖然都是這個同一個歌手唱的，但是他這次很強調把大家的每個國家的名字念得出來嘛，我覺得很有意思。其實這個反而現在有點回甘哦，因為大家想48強第一次，結果這一次打進32強的很多國家，你表現很驚豔。比如說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這個佛得角，就韋德角，這個世界是更均質的存在，列強不是不能被打敗的。而且在世界杯的戰場上面，美國並不是最強大的存在啊，美國能不能打進決賽圈，我們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覺得這也給世界人民一個心理上的一個變化，就是其實這一些高懸在上面的天國們沒有這麼的強大。那你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又要講回來了，兩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沒一個在情敵面，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世界杯如果它有些什麼意涵吧，我覺得可以帶來人民有2個部分的想法吧。一個就是其實這個國家它大小強弱沒有這麼大的重要，它可以就是在這個世界的秩序上面，只要它走對方向，它是有一些不一樣的機會的，這是心態上。第二個就是很明顯對比於動盪的世界，世界杯的歡樂更大程度透過所有的這些新媒體傳遞到這全世界，大家可以湊在一起踢球該有多好，這不是一個很棒的一個世界嘛？你看這個無分種族色彩，如果自己的國家被淘汰，大家就會選一個自己覺得喜歡的球星或國家去支持，不是就這樣子嗎？世界上當這個中華民族是最痛快的，不是嗎？因為反正無一球隊踢進去，你永遠沒有負擔嘛。你愛支持梅西支持梅西，你愛支持姆巴佩姆巴佩，你愛支持C羅支持C羅，隨便你。哎呀，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住在這個兩岸或者說大中華區的外國人也很輕鬆啊，對吧？他的球隊要踢進去，他就支持，他也不用撕裂說，哎呀，我還得這個替我這所在工作的所在地啊，這個或者這我在是僑居地的隊伍這個打 call， 哎呀，不用。向來我們這個祖先告訴我們要怎樣，要世界大同，心懷大度，好，大家的球隊踢球也是我們的球隊踢球啊，這個是挺好的。但是我覺得這個精神會傳遞出來，就是顯義對比於政客的醜惡嘴臉，對比於這些對打仗，對於這些撕裂世界的力量，我覺得全球的老百姓看到這些，他是會更加希望世界是比較和平的交流。我覺得這個世界杯它有一個這樣的意涵，這我很少對世界杯有這種感受，但是我這次特別有感受。就像我前幾天我就翻到了這個北京歡迎你，然後我就很感嘆，因為我們是經歷過那個時代，到就08年已經有一定的歲數了嘛，對這個世界有感知了嘛，然後到今天，我想蕭哥也是很有感覺。18年呢，全球華人能夠湊在一起，你看裡面還有來自新加坡的，來自各地的華人，然後台灣的、香港的、大陸的，然後大家湊在一起唱歌，你看有多好啊！这感覺挺深刻的。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做節目啊，就是聊一聊這個世界的時候，你有時候你會覺得說，這個大家如果在這個節目裡有什麼啟發的話，就是我覺得老百姓或者我們一般人哦，對於這世界的追求其實相當的純粹，就別那麼亂嘛。但是你想這些資本啊、這些嗜血啊、這些貪婪的人，他可能是不會停下來。但是當我們越來越多人有這樣的信念，對和平的渴望、對秩序的這個追求的時候，我覺得世界終究會發生變化。它可能不是立刻的，但是它是長久的。我相信第4代或者更新的世代再上來，他一定是這樣去思考這個問題。他絕對不會跟網線的另外一邊，他可以馬上溝通到，而且可以一鍵翻譯的世界的朋友有什麼樣天大的仇恨吧。OK， 好，今天呢，大家在跟大家聊的挺多的啊，所以這個一段時間沒跟大家見面啊，在這個島島連線，所有人都在敲碗，我們會盡可能的維持這個更新的頻率啊，畢竟因為最近蕭哥呢也在外面走，那我下個禮拜呢，這個如果台風沒有把我吹走的話，基本上我應該會成功的在上海落地，希望我們這個台風還是饒過我，這個讓我可以平安的落地，可以這個去看場蘇超吧。OK，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看法、想法，尤其在世界杯期間呢，你也可以把你對世界杯的預測給寫上來，我們都很歡迎你啊。那特別是你可以把不同的這個內容啊，給大家去做一些呈現，好吧？那這個島島連線永遠歡迎你，好吧？這個比北京還歡迎你啊，都一樣歡迎你，歡迎你來留言啊，互動分享，一鍵3連的，按讚、訂閱、分享啊，這個感謝大家。那我們繼續一起超越極限，祝大家變得更強，我們下次再見，拜拜。